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电阻的并联。所谓的二端元件的并联，是指的这些并联的二端元件之间具有公共的节点。比如说，对于图示这个电路来讲 ，n 个电导就共同具有节点 A 和节点 B， 因此它们都是并联的。类似的，我们想要知道这 n 个电导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等效成一个电导，因此这两个子电路需要具有相同的 UI 特性的形式和参数。对于右侧这个子电路来讲，我们知道 I 等于 GEQ 乘以 U， 那么于是左侧这个子电路我们就要努力的写成 I 等于什么乘以 U 的形式。类比于刚才的 KVL， 我们现在呢，由于是这个节点和这个节点，我们需要列写 KCL， 可以知道 I 等于 I1 加一直加到 IN。那么也是类似的，对于欧姆定律来讲，我们有 IK 等于 GK 乘以 U， 把它带到上面来，可以得到 G1 乘以 U 一直加到 Gn 乘以 U 等于 G1 加 Gn 乘以 U 的形式等于 I。瞧，这不就是 I 等于什么乘以 U 吗？这个什么不就是这个吗？因此我们知道 GEQ 等于 G1 一直加到 Gn。那么也是类似的，我们要讨论一下关于分流器的公式。dk 个元件上流过的电流，由于欧姆定律，当然就等于 gk 乘以 U 比上 GEQ 乘以 U 等于 gk 比上 GEQ。当然，我们也就可以知道 dk 个电阻上的分流是等于 gk 乘以 GEQ 乘以 I 的。那么类似的，我们就知道对于 dk 个支路来讲 ，gk 越大，也就是对应着 rk 越小，它所获得的电流就越大。这个结论非常重要。那我们来举一个只有两个电阻的分流器来进行讨论。这个两个电阻的分流结论需要大家记忆。我们把这个式子直接应用到两个电阻，但是需要考虑的是，这个地方总电流和支路电流是正号关系，和这个支路电流是负号关系。所以我们有 I1 等于 G1 比 G1 加 G2 乘以 I 等于1比 R1 1比 R1 加上1比 R2 乘以 I 等于 R2 比上 R1 加上 R2 乘以 I。那么经过类似的推导，注意电流的参考方向，我们就知道 I2 等于负的 R1 加上 R2 乘以 I。那么这个结论类比刚才的两电阻串联分压结论也是好记忆的。对于两电阻并联分流来讲，支路电流等于对侧电阻阻值比上总电阻阻值乘以总电流。那么类似于刚才我们讨论信号源是电压的形式，我们现在来讨论，如果信号源是电流的形式的话，那么负载上怎样才能够获得最大的信号？请注意，这里电流源是表示信号 ，RS 是表示信号源的内阻 ，RL 是表示负载。根据刚才的两电阻并联分流公式，我们就可以知道 I 等于 RS 比上 RS 加上 RL 乘以 IS。那么通过这个式子，我们就可以讨论得出来，负载电阻越小，则 I 越大，它上面所获得的信号越大。那么类似的，如果说电流源内阻越大，它负载所获得的信号就越大。这个结论也非常重要。